进。郑医生，想跟你聊两句。你认为真的是那个什么陶瓷碎片引起的中毒吗？那如果我同意做手术，那如果上了手术台打开没有找到那个碎片，或者说找到了，我妈是不是还要换一个关节？是的。我妈都83了，她经不起那么折腾。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，一定有办法了，对吧？郑医生，我知道你还生了个气，我对不起你。我知道早些年我更对不起您父亲。可是当时我真的没有办法，我真的生气。我冒着雨背着我妈跑了3里地的路，就是为了争取那个宝贵时间。为什么不给我们治病？我知道，在医生眼里，所有的病人都是最重要的，但是在我的心里，我妈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些年，你看着我为我妈尽孝，不如说是她陪着我。前些日子，谢小姐让我在医院里面当护工。我看到了那些身患绝症的老人，他们就呆呆地看着窗户。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他们就是想在自己还活着的那一点点时间里面，能多看一看自己的孩子。可那些孩子呢？他们找各种理由不来。为孩子拼命的父母太多了，那为父母拼命的孩子呢？他们就是混蛋，混蛋！其实我也是混蛋啊！我为了我妈玩过命，闹过事儿，害过人。郑医生，我对不起你。所以你来找我，是想让我为你妈做手术？我也不知道。17年前，我妈拉着我，求我救她，她想陪着我，我俩就这么一陪就是17年。17年，我的幸福赶不上她痛苦的一半。她从床上掉下来好多次，她疼，她用身子去撞那个床板，时间久了，硬生生撞出来一个坑。我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。3年前，她的另外一条腿也不好使，我就咬着牙去求谢总帮忙，给她换了髋关节。我本来想让她就好了，我真没有想到我让她生不如死。郑医生，你是救人的医生，你告诉我，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们？为什么？我妈突然对我说：“她累了，她想放弃。”我就想问你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坚持手术呢，还是像我妈说的那样，放弃手术呢？我一定听你的。
上一次，你并没有听从医生的意见。那个时候的我最不相信的就是医生。但是现在我最信任的就是你。我之前考虑到患者体内没有金属内质物，只能判断钴金属来自于髋关节，但是不做手术，无法验证这一点。但手术的过程有极其的痛苦，很有可能提前要了他的生命。在患者的病症面前，医生和家属从来都不是敌对关系，他们是战友。他们要选择一致的方案。虽然我很想在手术中验证自己的答案，但是如果你选择放弃，我会支持你。17年，黄阿国，你做得够好了。你尽力了。谢谢，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句话了。我这辈子没有让你享福，我下辈子一定要让你享福的妈。妈，我再送你一程。
我是不是来迟了？我刚刚联系了做髋关节置换术的医生，他说是他的责任，他会道歉和弥补的。老太太已经走了。那大黄鸭他？警察送他去殡仪馆了。郑医生也写了谅解书，应该能轻判一些。但是错了就是错了，还好他能来送老太太最后一程。所以我早就准备好了，你们就尽管放手去做吧。梦想是梦想，梦想终究要为现实让步的。我的丈夫要跟我离婚，请确保我的利益最大化，尤其是海城医院，我不能免费为他做这个手术。我们不是慈善单位。看来你跟老师也没什么区别。我想做连体婴分离术，我已经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前期投资太大，回收利润太低。我要业绩，你要人命。我要对海城进行一系列改革，希望得到各位的支持。我们这一代人的海城医院已经成为历史了，现在交接到你们手里，你们更要团结。只有团结才是未来呀。你是个好妻子，但你更应该成为一个好院长。不要辜负我的厚望，让海城的介入科成为华北第一吧。世界第一！我要和你们一起创造中国的门户。那我们就这么约定了。我们之前拟定的分离方案中，并没有考虑过心衰的问题，但现在妹妹的情况非常的不好，所以我们之前的方案必须要做出调整。
我们通过3D 打印、计算机辅助3维数字成像技术，已经把连体婴的肝脏内血管进行了精准的结构重建，可以达到95%的真实手术相似度。这是我们之前做的 CT、MRI 3维定位，可以看到肝脏相连的部分非常的多。朝月。 妹妹是间隔缺损、动脉导管未闭，还有轻度的3间半反流，而且在发育的过程中一直盗取没有心脏异常的姐姐的血容量，所以我们决定等患有先心病的妹妹分离手术恢复之后，再做先天性心脏病的根治手术。心律不齐的问题解决了没有？因为姐姐一直在给妹妹输血输氧，2个人的血液交通不仅导致了药物效果的异常，也导致了非预期的血压异常。所以我认为2套监护措施和有创检测是非常必要的。实施动态的血流动力学监测，可以让麻醉师第一时间发现危险，第一时间处置。分析的非常全面。既然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了，准备开始模拟训练。 开始手术。何姐，准备麻醉。好。确认。妹妹怎么还不睡啊？ 妹妹血压降低，妹妹血压降低。我们一直把2姐妹当做一个孩子，也就是16斤来准备麻醉剂量的，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。因为器官交互的关系吧？还有第2套方案，分开给药。氯胺酮5毫克，妹妹3毫克；类固溴胺0.05毫克，妹妹0.03毫克。确认。麻醉成功。啊，这系统太真实了，吓得我一身汗啊！继续。下一步插管。小心点。小心。手术失败，插管失败，第1次失败。 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从来没有，是体位的问题。之前我们操作都是平卧位，但这姐妹俩是连在一起侧睡。侧卧插管确实罕见，而且他们俩的距离太近了，难度就增加了。我有个想法，如果我们把姐姐抱起来，让她趴在妹妹身上，这样妹妹就是仰卧位。我们先给妹妹插管。 然后再反过来给姐姐插管，可以试试。好，开始，准备，动作要轻，听我口令：1、2、3，翻。接下。妹妹插管完毕，翻。确认，1、2、3，复位。插管成功。 麻醉完成，该我们上了。不像是模拟手术，而像是真的开台了一样。云哥。 这2个孩子的左半肝几乎完全融合，很难吧？而且连接处临近肝门和胆囊，无论分离时偏向哪一侧，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。所以必须精准判定相连肝脏各自的归属，再进行精准切分，保证血管的完整。
用时1小时07分钟。开始分离心脏。交给我们吧。妹妹心率过高，心中脉表。调完毕，确认。没有变化。再等一下。哦，应该可以了。姐姐心跳停止，连体婴分离手术第3次模拟手术失败。麻醉给的药过猛了，你直接帮我把姐姐都没了。患儿心脏功能本来很差，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分离心脏。麻醉本来就是要把心率慢下来，慢下来。姐妹俩的血液是相通的，为妹妹给药的时候必定会影响到姐姐，这个确实很难掌握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我再找找林技师，来，重新给药。调完毕，确认。失败。再来，重新给药。完成，确认。Why is it always with anesthetics? 要不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回去调整一下方案，好了再来。对不起，是我们麻醉科没有准备好，想着到模拟手术的时候再调整，就会耽误大家时间了。我们再回去补充一下备选方案。你们确实应该提前做好准备。辛苦了，明天见。走吧。老贺，你留下。这么多次模拟里，分离肝脏的时候都没问题，一旦分离心脏，就全部失败了。是的，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，手术无法继续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可一到模拟手术的时候，就全都错了。先是麻醉，后是插管，现在是心率过快。我再想想办法，好好研究研究。麻醉科向来都有一句话：没有最好的技术，只有最适合的技术。老贺，我相信你会找到最适合的。这个手术我们一定会成功。
常医生，连体婴今天怎么样？妹妹还是心率偏快，尤其是喂食、睡觉的时候，气急多汗。不过幸运的是，目前还没有出现肝脏增大、尿量减少的情况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有什么事情我再通知你。好的。教授，在这个团队里，我跟你是最有默契的，但是在对待团队成员的态度上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。我比较含蓄，而你比较直接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我今天我不应该这么指责何倩。他是我们的同事，也是我们的朋友。我们都在为连体婴心律不齐的问题想办法，大家都尽力了。但是他是个无能的人，证人团队不需要无能的人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打电话请我们的麻醉师过来。借调外援。好，就算这一次成功了，那下一次呢？我们每一次都要找你外援吗？他们次次能来吗？所以呢，我真的我不明白。你们为什么不肯去德国呢？看来我跟您沟通也没有那么顺畅。还是你的办法行啊！谢宁的名字确实好使，几个老家伙一听是他投的这个手术，全都倒戈了。花儿姐大获全胜，但是这也意味着，我们不能输，只能赢。肝脏方面经过模拟，已经证实我的方案可行，但是因为腹壁相连，分离后，腹壁处会出现一个椭圆形的窟窿。我们已经备好补片了，但没法保证未来是否会存在感染、后遗症等风险。所以最好还是利用孩子自己本身的皮肤。因为2个孩子只有1个肚脐，所以我就把肚脐给了情况较好的姐姐。但是我昨天晚上回去研究后，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是否可以将肚脐1分为2，经过手术的修复，将2个一半的肚脐修复成2个完整的肚脐？我觉得可以。骨外报告完毕。之前我们克服了麻醉剂量和插管的问题，但因为连体婴之间的循环较差，输血补液和随之发生的低温，都让术中的监护变得异常困难。一到心脏分离部分，血管分流和行为较差发生的怯血，必然会导致低血容量性休克。我们想想办法，试一试。那就先这么做。心律不齐，手术失败。失败。讲慢一点，何倩。我给了，我给药了，还是那么高，我真的给了。手术失败，手术失败。何倩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